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我要讲的主题就是纽西兰的食物。因为我已经来这里蛮久的，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这里观察到当地人比较爱吃的食物，还有这里当地出产的一些食物。所以我们现在就开始吧。首先呢是水果，第一个水果叫做飞蕉或者是斐济果，英文叫做 feijoa。很可惜我今天没有办法准备一个飞蕉给你们看，因为现在其实不是季节。所以可能就只能看上面的图案来介绍给你们听，飞蕉是什么。飞蕉的原产地其实不是纽西兰，可是盛产地是纽西兰。会这么多飞蕉，是因为这里很多人都会喜欢把飞蕉树种在自己的家里面，一棵树就可以种出很多果，所以这里真的很常会看到有飞蕉，而且当地人很爱吃飞蕉。然后我觉得飞蕉其实长得蛮像台湾的芭乐或者是芭乐，只是飞蕉比台湾的芭乐再小一点，然后可能再甜一点，然后软一点。味道其实我不太会解释，因为它蛮特别的，所以可能要你们自己试吃才知道是什么味道。好，所以接下来是奇异果 （kiwi fruit）。奇异果的原产地其实也不是纽西兰，而是中国，是到了20世纪才从中国被带到纽西兰，然后成功种了很多，才有办法运到别的国家，然后那时候才真正被称为奇异果或者是 kiwi fruit。然后奇异果我知道的有2种，一种是黄金的，然后一种是绿色的。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吃黄金的，因为比较甜。然后绿色的会比较酸，但确实也有很多人喜欢吃绿色的，所以在这里，我现在就切一个给你们看，里面长什么样子。所以猜猜这是什么品种的奇异果？在这里，它是黄金的。这个奇异果其实已经比较软一点了，所以是最好吃的时候。然后这是我从我宿舍拿的，刚刚去拿的。好，接下来就是饼干。所以我手上拿的这个饼干就是 Cookie Time 的巧克力饼干。然后这个公司 Cookie Time 是纽西兰创的一个公司，然后它其实不只卖这种饼干，还有卖很多其他种类的一些食品。我在国中的时候，就很多同学超爱买这种的，从我们的学校的福利社买。然后因为我们的教室都有微波炉，他们会先把这个放在微波炉里面，把巧克力用融化，然后再吃，然后超好吃的。然后其实到现在在大学，很多学生也都会买这个来吃，所以我觉得这个公司其实做的超成功的。然后有机会，其实你们也可以试试看这种。好，接下来是洋芋片，然后这个洋芋片是 Bluebird 的洋芋片。Bluebird 出的很多食品都是来自纽西兰的，然后当地人超爱吃这个。我记得以前在国中跟高中的时候都有聚餐，然后第一次聚餐的时候我傻眼了，因为几乎一半的人都带这种洋芋片去聚餐，因为我以为聚餐都是带一盘菜啊，或是一盘面或饭之类的，可是不是，他们说他们习惯带这种去聚餐。不过确实蛮好吃的，因为这种很容易一开，然后一开始吃就不小心整包吃掉，尤其是看电影的时候。而且这种很特别，因为我在台湾吃的洋芋片大部分都是咸的。然后这种其实是醋的，就是 salt and vinegar 盐巴加醋，所以真的很特别。但也有很多人讨厌这个口味，因为这个味道很重，然后闻起来有点像，就是有些人的脚不是很臭吗？就有个酸酸的味道，然后那个酸酸的味道就跟这个味道很像，所以就当然也会有很多人很害怕这个味道。对啊，然后所以我现在就打开给你们看，所以这个包装是这样子。它已经换过蛮多次了，这是最新的。然后它后面有那个 All Blacks， 就是后面跟前面啦，都就是有 All Blacks 是纽西兰橄榄球队的名字，还有旗子。好，所以它其实一半是空气，可是对啊，为了保护它洋芋片不会碎掉，所以就一半都是空气。然后里面大概是这样子。好，所以接下来就是涂抹面包的酱，然后第一个酱就是 Marmite， 中文我不知道是
什么，可是英文是 Marmite。然后 Marmite 其实最早期是英国开始做的，然后进口到纽西兰，大概是世界大战1的那时候。然后纽西兰人开始吃这个之后就爱上它了，然后后来才自己开始做自己的 Marmite， 然后到现在其实还是很多人都很喜欢吃这个。它的成分大部分是酵母粉，还有草本植物，好像还蛮健康的，因为它有丰富的铁、维他命 C 还有叶酸。然后我个人其实还没有试过这个，因为我有一次想要试的时候，把盖子打开一闻，就已经觉得有点怕怕的，所以我到现在都还没试过。然后这种其实到处都可以看得到，我觉得像这2个其实是我在宿舍拿的早餐，他们就是提供这种酱，都应该大部分都会提供这种吧，不能保证每个地方都有，可是很多地方都有这种。给你们看一下近一点的，所以长这样子。然后它的颜色非常的黑，的确看起来非常的健康。好，接下来就是麦卢卡蜂蜜，也就是 Manuka Honey。所以我今天其实也没有准备，因为宿舍都会提供我们早餐，所以我就平常不会去买这种蜂蜜。然后麦卢卡蜂蜜其实是从麦卢卡树摄取的，麦卢卡其实是毛利语，也就是纽西兰原住民的语言。原住民其实从很早以前就已经开始使用这种蜂蜜当食物，或者是用来治病。据说这种蜂蜜还有抗菌的效果，然后后来也被证实了。所以这种蜂蜜真的是非常的营养，然后很多人其实都会买，因为它的用处应该算是蛮多的。因为我刚去翻厨房的柜子，发现一半的同学都有一罐这种蜂蜜放在柜子里面。然后因为这种蜂蜜其实可以早餐的时候涂在吐司上面，不然就是泡茶的时候也可以用这个蜂蜜来把茶就是变甜一点。可能缺点就是价钱会比较贵一点，比一般的蜂蜜再贵一点点。好，接下来就是饮料类，然后这个饮料呢是 LMP。L 代表 lemon， 然后 P 代表 Pyro。lemon 是柠檬，然后 Pyro 是地名，也就是纽西兰的一个小镇的名字。然后自从有了这个汽水 ，Pyro 小镇也盖了一个大型的这种汽水，让游客也可以去那边拍照，我觉得蛮酷的。对啊，然后所以这个的成分呢，大部分就是柠檬水加 Pyro 小镇的碳酸矿泉水。然后我试过2种口味，这个其实是原味，我觉得原味其实没什么特别的，反正是它另外一个口味就是酸的，比较好喝一点，因为我蛮喜欢喝酸的。那个酸的非常的酸，然后加上又有气，所以我觉得非常的好喝。我觉得对啊，这应该算是纽西兰蛮特别的一种饮料吧，因为纽西兰比较少出产饮料，然后这个就比较有名一点。所以接下来就是巧克力，然后这个巧克力是 Whittaker's Chocolate。Whittaker's 公司是纽西兰做的，然后这个品牌是纽西兰巧克力品牌第2最大的牌子。这种是一块一块的，它好像想要做成金块那种样子。然后这是3个嘛，它也有做那种一整块四方形的，反正很多种。可是我觉得其实没什么特别的巧克力很高级，跟普通的我吃不太出来它差在哪里，所以可能要巧克力专家来讲这种到底是哪里比较特别，因为我个人是觉得比较普通吧。好，接下来的2种食物我其实也都没准备，因为我个人是不太喜欢这2种食物，所以我就没有买，因为我买了也是浪费啊。所以第一种呢就是派，有很多不一样的，大部分都是夹肉，可是也有一些是夹起司啊，不然就是水果的派。然后当地人超爱吃的，因为这种在这里非常的便宜，然后又方便，然后很多地方都可以找得到。我常常在学校看到学生会买，就是类似派的 combo， 因为我们这里的便利商店有时候会卖就是派加饮料，可能大概纽币3块钱，3块钱可能台币60几还是70几块吧。反正就是100元以下，因为我们这里的消费会比台湾再高
一些，应该算是蛮多的。其实像我们出去吃个炒饭，可能至少要200元的台币。所以这100块以下的东西，就很多学生都很喜欢啊。然后我就到处都看到学生买这种，而且不止学生，其实大人也很爱吃，就是上班族啊那些，有时候也会买这种当午餐啊，或者是晚餐。好，所以最后就是 pavlova。pavlova 是一种点心，然后 pavlova 其实是俄罗斯一位芭蕾舞者的名字。然后因为这位芭蕾舞者，他叫 Anna Pavlova， 然后他有到早期的时候有到纽西兰跟澳洲表演，然后纽西兰跟澳洲人为了纪念他，所以把这种点心取名为 Pavlova。然后其实谁开始做这种点心有一点争议，2个国家都说自己先开始做的，所以到现在还不知道谁先做的。然后这种食物是用蛋白还有糖做成的，大部分是在节日吃的，尤其是圣诞节。然后我自己有吃过一次，可能第一印象真的是有点吓到，因为我觉得这个整个是在吃糖的感觉，觉得有点恶心。所以我到后来就都没有再吃这种。可是真的看这里当地人，他们圣诞节啊，就真的会买这种来吃。所以呢，今天我很高兴能跟你们分享纽西兰的一些食物，还有当地人比较爱吃的东西。有空你们也可以试试看这些东西，然后再跟我分享你们的心得。然后，所以就下次见咯，拜拜。我终于可以开动了，好软哦，好像放太久了，其实太过熟了，然后一直滴耶，可能还是要去厨房吃。刚刚忘记我把巧克力打开给你们看，所以我现在就打开。包装的还不错，很好打开。大概是这个 size， 它一个bar大概45克。好，那我们来试一下洋芋片吧。刚刚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得清楚？这样子，蛮好吃的。好，不吃了，等一下又不小心把整包吃掉，就完蛋了。好，那饼干。我打开咯，长这样子，就是饼干，然后加巧克力这样子啊，蛮厚的，好吃。还有巧克力，再打开给你们看啊，豁出去了，把全部都打开，等一下再拿去分给同学。不过汽水我就不打开了，太大罐了，我怎么可能把整个喝完？所以如果有什么活动，我再把汽水拿去，可能聚餐吧。这个好难打开哦。哇，所以它是真的是做一整块这样子，像砖头一样。现在我不知道怎么放回去，用刀子好了。好，现在先不吃，晚一点再吃。OK， 好，所以就先这样子吧。